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呀。今天带大家看一部经典恐怖电影《有客道之种猫》。女主阿美是一个孤儿，她从小在舅舅舅妈家长大，虽然有亲情，但是寄人篱下，难免会有些迫不得已。时间久了，家里的脏活累活，自然而然的都落到了阿美的肩膀上。舅舅开了家殡仪馆。阿美每天要在店里面扎纸人，还要负责舅舅舅妈的一日三餐，甚至在半夜的时候还要自己送货上门。总之，她在这个家里更像是一个免费的苦力和仆人。虽然生活在无底线的压榨着她，但她对这个世界仍然怀有感恩。她一直保持着善良的初心，对待着世间万物，在任何事上都行得正，坐得端，还把流浪猫当成朋友，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丝慰藉。虽然说天生拥有阴阳眼，能看到不干净的东西，但却因为他人很善良，至今也没惹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舅舅不务正业，舅妈好赌成性，这两口子也真是绝配呀。这天，舅妈和往常一样，下班就到殡仪馆打麻将了。打着打着，舅妈感觉到肩膀越来越酸，提不起劲儿。原来她早就被冤魂压身，晚上月黑风高，万籁俱寂，四下空无一人。阿美一人走在空荡的大街上，她老觉得身后有人在跟着她，回头一看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再仔细一看，他发现了地上有2双绣花鞋，瞬间被吓得愣住了。这时，忽然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，原来是收货人来接头了。只不过看到了收货人后，他更害怕了，因为收货人的肩膀上也有一只鬼魂的手。这种灵异的事件说出去也不一定有人相信，倒还不如埋在心里，做一个只有天知地知的秘密。舅妈这几天运气很差，赌桌上一直在输，她把气都撒在了野猫和阿美的身上，还不让阿美再喂野猫了。说这样会引来更多的野猫在门口乱哄哄，脏兮兮的。一次偶然，舅妈从旁人口中听到了招财猫的说法。招财猫又叫种猫，说是把活猫放进小棺材里，让它在里面抓来抓去，这样主人就能抓到钱财了。舅妈一听，立马心生歹念，门口不正好就有一只现成的野猫吗？反正她早就看它不顺眼了，此举正是一举两得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他动作很麻利，抓野猫的动作一气呵成。他和舅舅合力把野猫钉进了小棺材里，还摆上灵位供奉起来。躲在角落的阿美看到这一幕后，吓得不敢吭声。虽然说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，但是他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从那以后，舅妈每天赌博前都有一个固定的程序，那就是拜小猫，每天拜一拜，财运自然来。这个方法屡试不爽，舅妈财运亨通，一直赢钱，脸上露出了惬意的笑容。但她仍不满足，让舅舅想办法多搞几只猫钉进棺材里。而阿美却有些难过，她最近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只流浪猫了。看着地上猫猫的铃铛，她好像明白了什么，猫猫十有八九已经发生意外了。她拿起铃铛，流下了痛苦的眼泪。忽然，她手里的铃铛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，一阵阴风袭来，她的眼睛也变成了猫猫的眼睛，所以她是被猫猫附身了。下一步就是找舅舅舅妈复仇。舅舅在回家的路上偶遇了一个性感的美女，她很主动，舅舅被勾走了魂，情不自禁地和美女上了楼。他们在音乐房里翩翩起舞，卿卿我我。舅舅凑近美女，却闻到了一股怪味儿，再从旁边的镜子一看，哇靠，自己居然是在和女尸跳舞，舅舅被吓懵了，慌慌张张地跑回了家，给自己做了一个全身的消毒。此时舅妈也赌完回家了，今天又赢了不少，还买回来一只烧鸡犒劳一下自己，心里还美滋滋的。但是阿美今天却有些异常，无论舅妈怎么叫她，她都不理，最后还抓伤舅妈跑了出去，并且打翻了装小猫的棺材。舅妈的伤口腐烂得很快，没几分钟就开始肿胀了。这时舅舅也来到了店里，刚关上门，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，咚咚咚咚咚咚。都说打烊了，但外面的人还在继续敲。舅舅无奈打开门查看，但门后却什么也没有。再次回到屋子里时，屋里又忽然停电了。夫妻俩在黑暗中摸索着，舅妈责备舅舅不及时充电费。话音刚落，灯忽然又亮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阿美站在了他俩的身后，修好了烧坏的保险丝，然后像以前一样叫他俩一起吃晚饭。夫妻俩没有多想，坐在那安稳地吃了起来。舅舅还好心地叫阿美一起吃，可舅妈是要惩罚他，不让他吃饭，因为他放走了小棺材里的猫猫。阿美也不在意，她坐在旁边，一边扎着纸人，一边看着他们吃饭。忽然舅舅从饭菜里吃出了一缕猫毛，他把猫毛从嘴里拿了出来，然后开始疯狂地喝水。只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喝水也没有什么用啊。接着他俩都倒在了饭桌上，阿美顺势拿出了提前扎好的纸人，这是她为舅舅舅妈量身制作的。夫妻俩绝望地看着阿美，那眼神既是惊讶又是求饶，但阿美还是拿出火把烧掉了2个纸人。舅舅舅妈也随着纸人变成了灰烬，随之消失，还有人类的贪婪和欲望。这时大美的嘴角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，她的影子赫然是一只猫的影子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度的贪念终究会毁掉一个人的人生，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。做人还是要有正事干的，世界上没有什么捷径，成功的捷径唯有努力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了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喽，拜拜。